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，来了，好戏马上又来了。继《我就是演员》第1季、第2季结束后，第3季也开播了。说实话，仪态还是有点小期待的，只是没想到第1期于正就火力全开，怒批李文翰能力差，说起来一点不留情面，死丫头还是死丫头，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。咱们先来看看怎么回事吧。前几天李文翰在节目中扮演了《鹿鼎记》中的韦小宝，本来还挺让人期待的，可万万没想到短短几分钟，于正直接重现白眼警告，甚至一点好话没有，开口就问李文翰：我想先问一下李文翰，你为什么来这个节目？刚上来就这阵势，李文翰明显有点不知该如何回应，可还是强打了一波，但于正依旧不准归放过他，上来就把李文翰的老底揭了。我发现你同时还在参加另外一个节目，对不对？还毫不客气地说，如果你有一定的能力，那嘎这2个节目还能说得过去，但是问题是你能力实在太差了。这么狠的吗？也太敢说了吧，死丫头果然一点没变。节目到这儿已经很让人激动了，可李文翰的评定还没结束。或许看他是新人，节目导师张颂文决定给他一个即兴表演的机会，让他证明自己可以演戏。但是随后的这段即兴表演真是演了个寂寞，连章子怡都一脸不敢相信，这啥呀，我的妈呀！评委席更是一度尴尬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后来还是张颂文亲自上场重演了一段，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最后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。李文翰一颗星都没有评到，本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没想到战火又延续到了节目外，于正被李文翰的粉丝围攻了。可死丫头是谁啊？正面 battle 从来都不带怕的，他的光荣战绩仪态就不多说了，还是看看他是怎么给我们制造惊喜的吧。面对粉丝的围攻，他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节目的场外补充，说李文翰不是没有表演天赋，而是杂念太多，啥都想要，甚至内涵了当偶像就不能谈恋爱，条理清晰，有理有据，字字诛心。这一篇长文下来，李文翰和他的粉丝完全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不过这场 battle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结束呢？粉丝直接抓住于正的小辫子。金晨拍《玉春楼》的时候也参加了浪姐，为什么他可以？面对粉丝的质问，于正马上又回复了，他到尾声了，我也是反对的，他赔了剧组钱，还不忘补充一句，砸坏别人的锅并不能煮好自己的粥。又是一次暴击，这还能怎么说？只能怪李文翰粉丝们小看了于正的战斗力。撇开 battle 不谈，就看于正说他参加了另一个节目《追光吧哥哥》。在舞台上，李文翰一身红衣，性感类制装，造型确实没得挑。唱跳虽然没有初代男团那么能打，但比起其他油腻的哥哥们还是可以的。可毕竟是男团出身，只是还可以真的不够，这一点咱们看票数就知道了。90后才给他投了40票，虽然他选错了年龄段，但即使是顺利拿到最高50分，也不能保证他能站到前5的席位，最多是个第10名，还是和苏醒并列。再看他的整体票数137，这也不算太高，毕竟谭健次可是拿到了145票，而且出舞台测评后，他直接成了倒数第4，还被放到了竞赛区。要不是因为他是90年龄段投票最高的选手，可能也要去睡帐篷了。怎么说也是青春有你的 C 位啊，就算选错了年龄段，这成绩也不太好看呀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熟悉李文翰的都知道，他从青春有你组团出道以来，热度如同跳水式下滑。虽然杜华为他争取到了不少资源，但只是几部18线网剧和男 N 配角，再加上他自己也没有展现出太大的特色，这几年在圈里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。这次他同时上了《追光吧哥哥》和《我就是演员》，属实是赚了一波热度。本来嘛，多上节目增加曝光也是好事儿，可偏偏问题就出在这儿。他上的这样的节目虽然定位不一样，一个唱跳类，一个演技类，但播出时间去撞了，这样一来就比较尴尬了。要是能力够强，那自然没得说，但在能力还不够的时候就这么搞，确实容易翻车呀。这不出师不利，刚表演完就遭到了于正的痛批，说他没能力还压节目，甚至牵扯出偶像恋爱的事儿。对于恋爱这个事儿，大家绝对也不陌生，其实也就前几个月的事儿。李文翰和义子在一起时被偷拍，因为恋情曝光，他马上就登了各大平台。虽然在被曝光前一天，粉丝们还极力否认两人的恋爱关系，但没想到打脸来得太快了，一段车通视频直接实锤。为了避免过多人关注这件事儿，李文翰竟然在半夜的时候公开发文说现在单身，言外之意已经与义子分手，
甚至说我知道大家这几天跟我一样备受煎熬，自己现在还年轻，还是要拼的。作为一个偶像艺人，也知道自己承担什么责任。这话一出，很多人都被李文翰的言论惊呆了。果然还是分手见人品，经此一事，他的路人缘可想而知。以他个人觉得，对于李文翰来说，他的专业是歌手，参加《追光吧哥哥》这类节目可能不需要太过努力就很容易出彩。但他的对手可不是小白哦，有火遍全亚洲的小虎队陈志朋，也有顶着冠军光环出圈的胡夏，更有实力能打的初代男团谭健次、肖顺尧等，随便哪个都不是能小看的。而且是比赛就会有评分有输赢，如果你不如别人努力，很可能就会像这次一样进入禁赛区。在这个变化莫测的舞台上，谁也不可能靠吃老本一直混下去。如果可以吃老本，那么陈志朋、易小天、杜淳、汪东城他们还用努力吗？目前来看，他的精力必然是要有一部分放在追光吧哥哥上的，而他的演员功底呢又不够。从表演的《鹿鼎记》就能看出来，他的表演夸张，痕迹又重。如果真的想端演员这碗饭，还需要走很长的路。很多人可能会奇怪，像李文翰这样没有演技的爱豆，为什么还要上这种演技竞技类的节目给自己找骂呢？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不好吗？其实也不是他们不想，一来是圈里业务能力强的人太多，二来是当代华语娱乐圈正在退步，艺人平均质量大幅度下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在圈里长久发展，必须要提前做好规划。混饭圈子都知道，选秀偶像是吃青春饭的，他们在年轻的时候要和同行们竞争抢饭吃，还要找机会转型。那么一旦青春不在，还没转型成功，就难免会被淘汰成为素人，所以会出现很多偶像扎堆去演戏的现象。远的不说，就说李文翰的队友何昶希和陈宥维，他们之前也参加了演技竞技类综艺《演员请就位》，虽然也引起了争议，但最后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可不同的是，他们并没有出现亚戏的情况。可李文翰这一行为无疑是把他送上了风口浪尖，更是暴露了自己的短板，硬生生把自己搞成了一心不能二用的靶子。不仅让大家质疑了一波自己的演技，还引发了对他专业能力的质疑，甚至牵扯到了人品。老实说，圈里谁都有一颗想红的心，但鱼和熊掌往往不能兼得。现在对他来说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有所取舍，认真对待其中一个，要么踏踏实实的做追光吧哥哥，努力让自己成为最耀眼的那个，要么就认真学习演技，像《演员请就位》中的陈宥维和何昶希一样，争取在最后有一个大的突破。其实对于唱跳，以太对他还是蛮有信心的，就是不知道他最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